六，这我很喜欢六，六是个好数字。那这样吧，他喝1杯，你替他喝6杯，如何？虚度吧，别麻烦了。好。嗯，来吧。干杯！服务员，再来一瓶吧。哎，服务员，哦，哎呀，看来你的上司没什么诚意了，要不然还是你自己来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母小姐，本来这瓶酒是替你喝的，我和他还没有喝尽兴呢。来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喝怎么样？行，我来喝，我来。哎，不醉不归。哎，你们的茅台真是越喝越绕，你多喝几杯就习惯了。哦，来，再见您，总统先生。我不喝了，我不能再喝了。我会把它喝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回家喝。我要把它喝的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嗯，曼姐，你不要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你怎么来了？该我问你才对吧？
你来干什么？挖我墙角是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陪许督办来处理安置谭家军的事情。我前脚刚跟费安顿谈建民团的事，你后脚就拆我台是吗？啊？那你要建民团，你也没有告诉我。告诉你，他就不用查了。你不信任我？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。今天你关心我的伤，是不是就是为了帮他打探消息？所以你派人监视我？对，我就是派人跟踪你。不然你以为你桌上的白开水是天上掉下来的？这水是你换的？废话，谁知道你喝多了，会不会跟徐光耀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。既然你对我没有半分信任，那我敬你一杯，从此以后我们的结盟就这么结束。文清，没事吧？行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能这么清醒的跟我说话吗？谁让你管我了？哎，司令，顾小姐跟徐督办，他们还没完事儿啊？哎，这……你好，工部局费安顿的承包房在哪儿？这不方便透露。啊，好。穆小姐喝多了，不仅喝多了，脑子还有问题。一会儿你让人把徐光耀给我弄回来啊！啊，我一会儿送完你们就回去。哎，对了，把桌上那几瓶酒全给我拿回来。不，都打开了。执行命令，哪那么多废话？
笑什么？好好开车。哎，别。看什么看？醒醒，醒醒！大蒜，再快点！啊！抬个脚。好凉快，好凉快。好好好。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？我想喝水，喝水。我上辈子欠你的。张嘴，再喝一口，啊！我们再喝一杯好不好？你喝多了，你先看清楚我是谁。我没有喝多，我就是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。帮我？好，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你是徐光耀？嗯。笨蛋！
司令，你干嘛呀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咱洗澡有地方，干嘛在这儿把自己搞失身了呀？你有事没事？没事滚蛋！我有事有事，我把许多半给你弄回来了，酒也给你拿回来了，你现在喝吗？喝什么酒？不喝酒。你不喝酒？我以为你跟穆小姐没尽兴，你俩要接。滚蛋！凶什么呀？冷静冷静，现在还没到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的时候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我得帮他打个掩护。喂，给我接木公馆。老爷，太晚了，吃点宵夜吧。好，你先去睡，我看完这些文件就睡。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说这光耀也没有回来，晚清也没有回来，这都怎么啦？刚才谭司令来电话说翻译的文件太多，晚清要和翻译处的人一起加个班。光耀也来过电话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，你不用等他们，先去睡。哎，不过啊，毕竟晚清是个女孩子，这么晚不回来呀，难免让人担心啊。加班不应该呀。阿囡啊，囡囡，阿囡，哎呀，侬哪能还不下楼吃早餐呢？光耀哥哥一夜都没回来，这个小贱人也没回来，我哪能吃得下呀？唉，我听说呢，昨天晚上光耀是有应酬，莫婉清在加班。要不然这样，给他们送个早餐看看。对啊，妈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小贱人是不是加班，还是在勾引光耀哥哥。你去了才哎呀，你去了才放心呐。兴许什么都不是呢。
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为什么不能在？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但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睡在徐光耀的办公室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是他的秘书，而且昨天晚上又是陪他去应酬的，你喝多了躺在他的办公室里，理所应当的。一大早的干嘛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是因为我好心照顾某个喝醉的人，一晚都没睡。我喝多了，昨天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我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你惹了？那谭司令就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。反正喝了酒的话也不能当真。不是真心话。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叫酒后吐真言？更何况你昨天晚上喝的是酒吗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，还彼此不信任的那种。好，你现在就去找你的光耀哥哥啊！要是让别人看见你昨天晚上在我这儿过夜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老子还没娶媳妇呢，别连累老子清白，赶紧走。走就走，你还别连累我。等会儿，请你把徐光耀叫到我这儿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光耀哥，婉晴，婉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昨天晚上谭司令送我们回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我喝多了。后来费安顿有让你喝酒吗？没有啊，碰巧谭司令就在隔壁。哦，对了，他刚好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你昨天肯定也没休息好，在我这边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。
你找我？徐督办起得早啊，我还以为你要日上三竿才起呢。昨晚的事，多谢了。别客气。你是我司令部的人，要是跟洋人喝酒还喝不过，丢的是我司令部的脸。你早说你跟费安顿喝酒啊！你带上我呀，我喝死他。昨晚是私人聚会，本来不好麻烦谭司令的，不过也是巧了。原来是私人聚会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没聊什么正事儿吧？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，哎，怎么是你呀，这个小贱人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贱人，贱人，小贱人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早就跟你说过。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，我必定加倍奉还。明明是你不知道检点，被我捉奸在床。这里是司令部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句话会给徐督办添多少麻烦？你只是心虚，这就去找大家评理。你尽管去，你最好把事情闹大，不仅污蔑我，还破坏他的声誉。到时候用不着我出手，你的光耀哥哥也饶不了我。光耀哥哥，婉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来给你送饭，结果食盒被他给打翻了。我们两姐妹在叙家常，你们确定要听吗？光耀哥哥，囡囡，你叫什么啊？妈，我刚刚看到穆婉清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。能干啥？我亲眼所见，而且他还打了我。衣柜当洞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打哪里了？啊，他还打了我2下呢。还好，哎呀，没有破相。哎，这个小妖精，我可怜他妈妈死的早，对他网开一面。他倒好，这么不识相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对他不客气。妈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现在穆婉清都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了，要是真的嫁进督军府，那我可不成了全上海的笑话了。不就当一个司令部的秘书吗？至于吗？翻身了，上天了。哼，你想得太好了呀，婉婷啊，你最近不要招惹他啊。嘛，好好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收拾他。光耀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昨天我与费安顿聊的事，谭司令也知道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他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我说昨天我是去聊贷款的，他便说他与费安顿是谈士兵安置，
大家心照不宣，却只字不提民团，也算是勉强没有撕破脸。那如果他不按时遣散士兵，执意要见民团呢？谭玄龄兵变上位之后，副帅便从前线召回了1个师的兵力，驻扎在越城，就是怕他出尔反尔。副帅能让他拖到现在，已经是极限了。他敢食言，我们就只能撕破脸了。所以徐伯伯会攻打上海。上海是各方势力所在，副帅当然会慎重。但倘若他一意孤行，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。谭家军的事情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作为合作伙伴，我很有必要告诉你，你的打算督军府已经知道了，你承诺的期限也快到了，一旦食言，你上海王的声誉就不保了。这些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你不帮着徐光耀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怎么就好歹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徐督军已经把部队从前线调回来了，就等着和你秋后算账。一旦撕破脸，你2000人怎么对付他？他把部队调回来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先把谭家军安置下去，千万别以卵击石。好，还有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关耀兄，我同意解散谭家军并缴枪，过来一下吧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怎么了？谭玄龄同意安置谭家军，而且要向督军府缴枪。这么说，他想通了？他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徐督办早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请。都听好了，步枪在左，手枪在右，机枪和子弹一起上交。机枪。我信你，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总不能让他们在码头上扛沙包吧？我把他们当兄弟，那些老板能吗？谭司令，这原本和你打算的应该不一样吧？唉，这不都被你发现了吗？没想到光耀兄这么厉害，跟费安顿喝了顿酒，我就输得一败涂地。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看啊，我手下的这帮士兵，打仗肯定是把好手，可是干活不太行啊。你让他们拿惯了枪的手，再去拿这些纺锤和扳手，这实在是勉为其难。但是这工厂啊，可不是混饭吃的地方，是干多少活出多少工钱。所以他们要是拿不到养家糊口的钱怎么办呢？谭司令自己都说了，干多少活，挣多少钱。你家的兵既勤劳又能干，怎么会挣不到糊口的钱？对，
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这工厂里的活都是技术活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熟能生巧嘛。可他们一进去肯定手生，到时候肯定挨欺负。所以我就想问问光耀兄，能不能跟那些老板们说说，让他们拿到和熟练工一样的工钱？这事恐怕我得和各位老板聊一下。只要光耀兄肯开口，这事儿肯定没问题。那我就先替这些兄弟们谢过光耀兄了。你放心，以我的判断，不出1个月就会有人求着你把兵收回去，到时候你再进民团也不迟。少帅，已经清点完毕。没想到，谭家军的武器还真是五花八门，这简直应有尽有啊！他们一直没有番号，靠给各路督军镇守使打仗谋生，自然是雇主给什么枪就用什么枪。说白了，就是一支不入流的杂牌军。那这些镇守使跟督军为什么要请一支杂牌军来打仗呢？自己的兵舍不得，让他们来当炮灰呗。总之，谭家军不可小觑。没错，谭家军确实不容小觑。虽然他们的装备不入流，但这些年他们打的漂亮仗还真不少，几乎从无败绩。谭玄龄确实是个将才，要是能为我所用，也许我们还能当个好朋友。非池中物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就是说这谭玄龄天生反骨，不会真心归顺依附于他人。也许这就是傅帅为什么一定要解散谭家军的原因吧。汉阳虎。走了几轮廓，如何拼凑抱着你